欢迎来到今天的课程。等一下，我眼睛好痒哦，我睫毛好像跑进眼睛了我发现你是单眼皮耶，而且你有酒窝呢。哦，真的耶，你是双眼皮，而且没有酒窝，刚好都跟我相反，怎么会这样嘞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，这其实是因为基因的关系哦。每个人的基因或多或少都不太一样。为什么每个人的基因都不一样啊？上一章节有提到，基因是由父母遗传的，而且是由遗传密码 ATCG 所组成。但其实在遗传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会漏掉一两个碱基或多一两个，这个现象就称为基因的突变，也就是突变造成了基因的不同哦。难怪自然老师都说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先来看看你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吧。一起来看看上面的选项你有什么？你有美人尖还是没有呢？你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呢？你的耳垂紧贴还是分离呢？你能卷舌还是不能呢？你有酒窝还是没有呢？这些不同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其实啊，这些外在的不一样就是基因的差异哦。刚刚举的例子是基因可以造成外表的不同，而有些基因则是能够影响能力的不同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就跑比较快，或者个头长比较高。这些基因的差异，我们就称为基因多样性。基因多样性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复杂哦，但定义这么简单吗？别急，接着让我们来好好描述一下吧。基因多样性又称为遗传多样性，顾名思义就是遗传时产生各式各样的结果。除了突变以外，还有一种导致基因变化的原因，就是天择。例如沙漠中缺乏水分，因此生活在那种环境的动物透过遗传耐旱基因，让后代有活下来的优势。所以我可以说，明明同样是玫瑰花，但是它们的香味不一样，而比较芬芳的玫瑰就比较容易吸引昆虫来帮助繁殖后代，延续自身的基因咯。没错，真聪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动植物的基因多样性吧。看看下面这两只英国短毛猫，它们是同种的猫哦，但是却有不同的花纹。明明是同一个物种，却有不同的表现，这个就称为基因多样性。再来，下面这两株水稻是不同地区的稻米，左边是在缺水地区的稻米，右边则是多雨地区的稻米。而这两种稻米的基因，让它们能克服当地的气候。原来基因的不同能提供这么多的优点啊！除了这些以外，你还可以多举几个基因多样性的优点吗？当然没问题。综合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基因多样性让我们在繁衍后代或者面对气候逆境的时候更有优势，能吸引配偶吓跑其他竞争者，增加繁衍后代的机会。在面对极端气候，例如酷热或寒冷的环境时，基因多样性也让生物更有机会活下来。没想到基因多样性这么重要啊！课程上完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总结这个章节吧。第一点，即便都是同一种生物，为什么基因还是有些许不同呢？因为在遗传时可能产生突变，让基因有更多的差异。第二点，那么基因多样性是什么呢？在遗传的时候所产生各式各样的结果，即使是同一种物种也会有不一样的表现，这应该就是基因的多样性吧？没错。第三点，这些不同之处有可能带来的好处有什么呢？增加基因的多样性，能让个体有与众不同的能力，也可以让物种在面对环境剧烈的改变或面对竞争者时，有更多的生存优势。哇哦，你好棒哦！总结完以上3点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有趣的问题吧。看完前面所说多样性带来的好处，你能想想看，如果你就是老天爷，你会怎么运用天择来筛选动植物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。
整个基因主题的课程告一段落了，让我们来快速的回顾吧。第1章告诉我们，基因是控制生物特征或能力的钥匙，而第2章我们介绍了 DNA 是基因的材料。第3章我们则是说明了基因的不同会带给生物不一样的生存优势。希望大家对于基因的概念能有所收获。我们下个主题再见吧。